看到王奶爸维护小奇迹霸气回怼游客，才明白仔仔回家后真的被宠上了天。我现在有点低沉。谁呀？小奇迹有一点点。你不要这么解读他。听到游客说小奇迹情绪低沉，王奶爸第一时间帮宝贝儿子澄清。自从仔仔回国后，他肉眼可见变得活泼开朗，最近更是愈发放飞自我。不是趁奶爸不注意拔掉小树，就是大半夜撕掉树上的塑料保护膜。顽皮捣蛋的小奇迹彻底释放天性。然而仔仔适当的休息，却被不良游戏解读为情绪低沉，难怪王奶爸会如此生气，霸气回怼。可以说奶爸对小奇迹的好有目共睹，每次帮好大儿收拾残局时，他都是满脸乐呵呵的表情。就你这说，就他这个树，他和我玩我也受不了，让我跑。身为饲养员的他被迫沦为植树人也不在乎，只能说小家伙有恃无恐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天小奇迹正在外场遛着弯宠粉，却被一块石头挡住去路。目睹全程的王奶爸趁着宝贝回内舍加餐时，就默默来到院子里将障碍物清理走。临走之前，他还不忘在头尾给仔仔一根竹笋解馋。当小奇迹玩累后躺地上一动不动时，奶爸生怕孩子饿肚子，还拿着好几米长的夹子将竹笋投喂到宝贝嘴边，让小家伙张张嘴就能吃到美食。估计他内心 OS 还得是本熊家里自在。一向任性的小奇迹才不管上下班时间，宝贝动不动往地上一躺呼呼大睡。有着收猫任务的王奶爸也不着急，而是站在寒风中默默陪着等待对方醒来。可王奶爸还心疼好大儿肚子空空，便用温柔的夹子音唤醒孩子。只能说照奶爸这个喊法，3天3夜都喊不醒孩子。小姐姐，我去了，小姐姐，还去爱啊，小姐姐。要知道奶爸满心满眼都是小奇迹，不仅上班时在不远处偷看，就连下班也依依不舍地望着好大儿。然而他们之间可是双向奔赴的父子情。小奇迹坐在门口吃个饭都要回无数次头，像是在说奶爸你还在里面吗？不要离开我哟。当王奶爸拿笋笋给宝贝铺路时，仔仔却对食物丝毫不感兴趣，而是掠过竹笋站起来扒着门找他。谁能想到小奇迹回国不到半年就这么粘人，只能说王奶爸对仔仔的爱不容置疑。丫丫回国1年后美出新高度，造谣他得了老年病的孟菲斯被彻底打脸。今天北动准时更新长公主动态，鸭宝一出场就拿起冲天巨笋，给大家表演了一段金箍棒。宝贝抱着嫩笋大快朵颐的同时，还不忘对着镜头眯眯眼。可以看出，自从她回国后变得越来越胖，有着绿叶的加持，更显着公主更加调皮可爱，全然不似1年前那个骨瘦如柴的脏脏熊。然而丫丫吃的满地都是笋皮后还不满足，又从粉色聚宝盆里掏出一个大苹果。宝贝这次吃饱喝足后，并没有像以前那般看向镜头宠粉，而是安安静静眺望着远方。或许丫丫在思念天上的王夫乐乐，她好想告诉对方自己回家后过得很好。细数鸭宝回国的时间已经有1年，她在北动全体饲养员的宠爱下，和孟菲斯17相比简直是胖若两熊，就连多年未医治好的皮肤病也早就痊愈，还给长公主一身毛色锃亮的熊皮大衣。还记得宝贝刚回国的时候，不适应家里满地竹笋吃不完的生活。要知道她在旅居国外期间就养成节俭习惯，所以丫丫连笋皮都舍不得剥。李奶爸看到后心疼万分。从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公主吃的竹笋都是不带皮的。还有长公主回国后的首次生日会，也被全体饲养员认真以待。鸭宝吃的生日蛋糕都是奶爸奶妈亲手制作，就连造型都在复刻他抱竹子大口干饭的样子。从这份心意就不难看出宝贝在北动被宠上了天。然而岁月改变的又何止是丫丫的容颜，正因为他感受到家里人的爱意，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，还一度晋升成搞笑美女。别家小熊拿到大竹笋后立马干饭，而丫丫却画风清奇，竟抱着笋笋在耳边贴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宝贝在给哪个小熊打电话呢。有着武侠梦的鸭宝一看到冲天竹笋就开始舞刀弄枪，只能说公主耍枪有点花木兰那架势了。表面上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丫丫，如今还晋升成十足的小吃货。当丫丫看到奶爸奶妈为自己准备的丰容玩具后，原本抱着竹鞭大红球准备玩耍的她，一转头就看到大竹笋，宝贝毫不犹豫地在美式和玩具之间选择前者，还将刚才很喜欢的玩具一把推开。其实丫丫以前也是这般活泼爱玩，只是在旅居孟菲斯的20年，将原本性格开朗的小太阳变得逐渐郁郁寡欢，为填饱肚子而发愁。谁能想到丫丫仅仅1年的变化就这么大，只能说自己的孩子还是得自己疼。看到萌儿一脸委屈的求助游客，才明白宝贝懂事的有多让人心疼。这天二小子一上班就蜷缩着，身体不舒服的他没有吵闹惊动到饲养员，而是用可怜巴巴的小眼神看向粉丝。如此乖巧懂事的萌儿真的很令人心疼。原以为是奶爸奶妈的宠爱养成他乖巧的性格，越了解越发现宝贝看似治愈人心，事实上却有着一段不怎么幸运的童年。萌儿和双胞胎哥哥萌大一起出生，本以为他能在哥哥和妈妈的陪伴下快乐长大，结果萌萌被基地派走带其他小熊，还没享受1天母子时光的二小子，从此便辗转在各个干妈之间。萌儿彻底成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小熊。等到他稍大一些，又开启打黑工的新熊生，即便被游客抱怀里拍照，一向懂事的二小子也能乖乖拿着竹子配合拍照。幸运的是，萌儿1岁多的时候
便和哥哥一起回到萌萌的户口所在地。由于他过早离开妈妈的身边，导致宝贝的生活技能可以说是一窍不通，就连竹笋都因为不会剥皮而直接上嘴去咬，坚硬的竹子拿在手里更是不知所措。奶爸只好亲自下场教孩子，因此这小子才学会了人教版掰竹子。每次掰开之前都要龇牙咧嘴，因为这是奶爸向萌二示范时的必备动作。然而妈妈萌萌在19年回到老家北洞时，已经全然认不出眼前这个从未带过一天的孩子。他对着宝贝龇牙咧嘴，甚至是生气怒吼。可萌二似乎是感受到妈妈的存在，无论对方如何凶，自己二小子都不肯还嘴，因为母子俩共用同一个外场。每当萌萌因为天气太热不愿出门上班，都是二小子主动连夜代替妈妈，因此还得来了北洞第一大孝子的称号。萌二不仅在妈妈面前乖巧懂事，对饲养员更是温柔到极致。别看这小子总喜欢变着法拿捏黄连，可情绪稳定的他对奶爸的包容性却很强。只见宝贝正抱着竹笋大口吃，笋还没进肚就被对方投喂胡萝卜，换做其他小熊早就翻脸不认人，可萌二却接过来配合着黄连乖乖干饭。然而萌笑笑还饱受螨虫眼的困扰，导致原本仓鼠脸微笑唇的他被影响颜值。即便宝贝这么懂事乖巧，还是会被某些不良游客攻击颜值。我还让人给我看。或许萌二能明白两脚兽的恶意，可他还是在一本正经的干饭继续重复，只希望萌二能得到更多一些的关爱，弥补这个懂事的乖宝宝那段坎坷的童年。这位大姐被安排去野外勾引男熊，结果到处瞎溜达玩失踪，还闯进居民区迷恋上了村主任。画面中这位肤白貌美的美熊就是珍珍，是传奇大熊猫高高和白云的第4个孩子。没错，就是那个被放归到野外后狂奔400公里也要回来找编制的大熊猫高高。2007年，珍珍出生于圣地亚哥动物园，长相体质各方面都很优秀，就是唯独对谈婚论嫁不感兴趣。于是在专家的建议下，珍珍被奶爸奶妈安排出去找男朋友，更是放下狠话，要是找不到对象就别回家了。于是珍珍载着众人的嘱托和美貌，踏上了去野外寻找幸福的旅程。本以为以她的姿色找个老公易如反掌，谁料这家伙到了外面彻底撒欢了，一路上吃喝玩乐游山玩水，化身旅游博主。找男朋友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，不仅把跟踪他的工作人员溜得团团转，因为头小还把定位项圈丢了，直接上演了一出熊间蒸发。老爹高高拼了熊命也要回基地考编制，闺女珍珍却放纵不羁爱自由。这爷俩怎么一点都不像？不过很快就有村民举报家里来了大熊猫。只见珍珍大摇大摆走进人家田地，视察庄稼和挖掘机，最后还差点被关进牛圈。没办法，村民只能联系基地，被检测人员叮嘱不要给他喂食，因此珍珍愣是啥也没蹭到。最后引种失败，被检测人员带回基地，还上了野培队的黑名单，真是丢死熊了。其实不只是珍珍，姐姐苏玲当初参加野培训练时也没好到哪去，到了山上将孩子往洞里一扔，自己跑去树上玩耍，饿得小崽子嗷嗷直叫，最后因为太贪玩，只能被迫终止野培，风光的进入了黑名单。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今后还是跟你老爹一样安心享受编制吧。为何三太子萌兰至今没被认养？原来这小子的金主另有其人。要知道，同为顶流明星的花叶姐弟已经被广东私宝胡秀刚终身认养，并改名为私宝和潘傲。干饭王二狗也被范扫光集团认养，改名为菜菜。不得不说，范扫光真的是有点眼光，二狗真的符合企业文化。就连名气尚浅的交易也被茶百道认养，成了奶茶小王子。只有萌兰至今没有归处，难道是咱们的三太子不配吗？事实上，萌兰根本不需要被认养，因为他就是北洞最大股东。别的熊被豪门收养，萌兰自己当豪门。据传，萌兰掌握北洞51%的股份，在公司相当具备话语权。当别的小熊还在勤勤恳恳打工时，西直门三太子早就实现了上班自由。现在萌兰不在运动场，萌兰不在运动场，排队进去看不见萌兰的。萌兰现在在自己休息室，然后什么时候出来由萌兰决定。不过身处豪门的三太子还是个熊奸清醒，并没有沉浸于财富中，每天依旧忙着各种花式整活，致力于帮助北洞上市。粉丝见面会给粉丝们表演杂技，殊不知那原本是个头子，硬生生被玩成了麻袋。在园里拿着自己的竹子去投喂隔壁的胖大海，一头塞不进去就换另一边，生怕好兄弟拿不到，跟大哥蒙大拔河，拔不过就把绳子拴在木桩子上，这简直比人还聪明。打小就有个大侠梦，活泼好动爱越狱，哪怕被批评教育也没有一点反思的意思。说着说着已经溜出来了。真的啊，真的，我看了。真好意思吃。不管天气多热，也会穿个貂卖力表演。你真是不嫌热呀？天哪！萌兰这小子真没把自己当熊啊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忙得像个陀螺一样，这么敬业简直称得上是劳动模范。毕竟这么多人等着你吃饭了。不过言归正传，萌兰之所以没被认养，这是因为北洞是事业单位，园区所有熊猫都没有认养这项服务。人家三太子也是拥有国家编制的熊。画面中的这只荷尔蒙爆棚的熊猫叫园子，
是小狗陈圆润的亲大哥，却是熊猫界的霸道总裁。园子是个名副其实的野二代，父亲是野熊平平，母亲是科比的女儿圆圆。科比曾经是基地史上最重、体格最大的大熊猫，是成都基地公认的最凶的大熊猫，战斗力特别的强悍。园子也继承了外公的特征，眼神坚毅，战斗力超群，体型巨大，站起来甚至有2米高，一看就不好惹。本以为乐宝已经够慢了，没想到园子更狠，感觉身上背过几条熊命，不得不说看起来有远古神兽那味了。2012年，园子和青梅竹马欢欢旅居法国，法国甚至花500万欧元为他们修建了名为中国之巅的熊猫工地，真是当之无愧的霸道总裁和他的小娇妻。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去法兰西潜伏，只需园子一个指令，法兰西整个国家就能灰飞烟灭。不过欢欢也是妥妥的霸总文女主，不仅家世不错，且长相美丽，是北京欢迎你吉祥物欢欢的原型大熊猫，曾是中央征服赠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候选熊猫之一。欢欢是他们那一届的大姐大，就连公仔都被欢欢打过。欢欢甚至把棍法耍得虎虎生威，这2口子感觉都不好惹。如今欢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美女熊了，但是她每天都有一个娱乐项目，那就是打园子。好在园子是个宠妻狂魔，对别的熊重拳出击，对自己老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因为他知道欢欢只有在跟自己玩耍时，才会恢复成那个可爱又不失疯狂的大姐头。果然，成功男熊都是懂得尊重女熊的。不久后，和老婆生下了爱的结晶圆梦，妥妥的法国贵公子，出生即顶流，就连圆梦这个名字都是法国第一夫人取的，直接走向熊生巅峰。不过园子再霸道，也改变不了他老妹圆润是挖煤总裁的事实。而且圆润被游客取外号小狗，一个是小狗，一个是大狗，这反差有点太大了。圆润从小毛色偏黄，毛发旺盛又炸毛，长相也酷似小狗，粉丝便给他起外号陈小狗。从此这个名号响彻熊猫圈。想想陈圆润女士张着嘴等着苹果进嘴里，再看看园子这个黑白猛兽，谁敢相信他们是一家人？